好，我们今天就来回答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为什么叫苹果爹，可是却又会常常使用 Android 的产品呢？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如标题讲的为什么我叫苹果爹？或是很多人觉得说，你这个果粉为什么常常会使用 Android 的产品，或是拍 Android 相关的影片？其实这个问题我被问了非常多次，那我今天就大致上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做，然后我的看法是什么，然后为什么我很多不同厂牌的东西我都还是会去使用它。那第一个原因呢，其实很老实讲因为本身喜欢科技的产品嘛。那如果说我就是单纯使用一个厂牌的东西，那可能很多其他厂牌所推出的一些新的产品啊，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设计功能，一些可以玩的东西在上面。那如果我会因为说我自己锁在一个厂牌不去使用它的话，其实我自己心里也会痒痒的那其实像 Android 来讲，他们是开放性的作业系统，所以他们变成说很多不同的厂牌都可以使用这个作业系统。但同时间呢，他们可能在手机本身的设计上面，可能不同的硬体啊、不同的萤幕规格啊、折叠萤幕啊、相机镜头、感光元件什么等等，因为竞争的关系，他们会去想出不一样的方式去吸引他们的受众，或者吸引不一样的客群。因为这样的竞争呢，我们就很容易在上面看到各个不同的厂牌争相去放入一些现在市面上还看不到的科技在上面。那随便举例嘛，像可能1英寸的感光元件啊，目前在 Sony 跟小米的机型上面都有。那另外像是 Google 自己原生自己推出的机型 Google Pixel， 那他们就专注在软体上面的演算法，也是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用 Google Pixel 拍出来的照片是比较讨喜的啦？如果你今天拿出去，可能拍朋友会是一个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一个选择。那像最近出的 Nothing Phone 嘛，后面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灯啊，可以让你去玩。喜欢科技人总是会想要去上手去尝试，去试试看说，这些功能到底使用起来怎么样？到底是不是一个噱头呢？还是你实际去使用它，会觉得说，或许 iPhone 也应该有这些功能。那第二个原因呢，当然就是工作相关。那本身是制作3C 相关的这个频道的内容那我觉得自己本身必须要对现在市场上有什么新的科技、新的可能规格啊、新的使用方式推出，我必须要有一定的了解。那如果我自己本身如果工作无关，我就是要单纯锁在一个系统，那其实也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我要分享这类的资讯给别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要提到什么厂牌推出一个它是市面上现在没有看到，可如果我是单纯只研究一个品牌的话，我给出的资讯可能就会有点落差，可能其他厂牌早就推出了，那我可能还在这边以为说，这个是现在市场独有啊，市场第一的，那我觉得这方面我去提供出来的资讯就并不会这么的客观，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不让自己一直被绑在一个生态链的一个方式，我就是会去多尝试、多使用其他的厂牌。那其实也因为这样，会让我更了解现在市场上面可能说，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啊，或者观众可能偏好的内容，或者他们喜欢什么新的功能，是一个很多人在实际使用上会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那就像我讲了，也不能光听每一个厂商自己怎么吹捧自己的东西嘛，总是要自己去使用、去体验这些产品，才能给出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评论。但我们多少都会有点主观啦。好，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市场上我们现在讲主流的作业系统嘛，你有 Windows 啊，有 macOS， 有 Android， 有 iOS。那苹果当然本身在他们生态链里面的整合性、结合度很高，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品牌，自己做软体，自己做硬体，也没有开放给其他厂商用，所以自然他们生态链里面下面所有的东西会整合得很好，这也是理所当然。那这也是很多人使用他们的理由。但是如果当你今天工作上的需要，像我先前的工作，我们常常公司发的电脑是 Windows， 那同时间呢，我在测试一些 App 跟软体的时候，我也需要跨装置双栖两个去使用的情况下，那我自己的办公室，我当初也是有一台 Mac， 有一台 Windows， 然后有 Android， 有跟 iOS。那因为 Android 其实本身它就是开放性，它跟 Windows 也是算蛮类似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情况下呢，你今天要跨装置的一些资源度，它相对就会比较高。那另外呢，也因为 Google 跟 Android 这个比较高相容度的前提下他们下面其实有蛮多不同厂牌的产品是可以串联在一起的。那我举例嘛，像是 Find My Device， 如果你今天有任何 Android 相关的装置你要寻找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打开 Find My Device， 那里面不只可以看到你现在所有的 Android 手机，那其实像我也使用 Sony 的耳机啊什么等等，我在上面都还是一样可以找得到。那另外像是一个目前很多人困扰，就可能接到很多这些诈骗电话、恶意电话或是这些广告电话等等，那他们里面其实有一个功能，你去打开来，那每一个
Android 里面都有，你就可以去阻挡这些恶意电话的骚扰。那另外呢，在 Google Play 就是像 Google 的一个 App Store 里面，你一样可以去开启这种安全防护。那这部分呢，就是在你下载 Apps 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这些 App 是不是会有一些恶意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那你开启这个功能，它就会去自动扫描这个 App 里面的所有东西。所以这种时候你再去下载，你就不太会去担心里面有什么恶意的程式。所以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多每个人使用习惯的不一样，你可能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系统找到一些你更习惯的使用方式。那同时间，你像我这样双栖使用，你也不一定要放弃你本来习惯的系统，你就是多一个东西可以玩，那多了另外一个世界让你去了解现在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那我发现呢，很多观众可能也想像我一样去尝试使用 Android 的这个系统，他们可能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说，资料怎么转换过去，在这转换之间会不会有很多需要去适应的很多账号需要去重新登录什么等等的问题。那我今天就来做一些教学，让大家知道说我自己平常在双栖使用的时候，我第一步是怎么开始做。那所以首先第一个建议的地方呢，就是在你平常其实在用 iPhone 或是平常在使用应用程式储存一些资料档案、一些云端的 App 的时候，那这个是我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做了。我其实使用非常多 Google 的服务，像是 Gmail、Google Drive、Google Photos、Google Map、Google Calendar、Google Doc， 然后 Google Keep， 还有 Chrome 等等，因为他们全部都是 Google 的服务，所以你基本上有一个 Google 的账号，这一些你在上面所有使用的资料、所有储存的东西都会跟着这个账号走。那同时间你也不会因为转移之后里面的资料就不见，你可以同时在 iOS、在 Windows、在 Mac、在 Android 上面都拥有这些资料，因为它都储存在云端里面。那所以我刚提到的那一些 App 基本上就包含你所有日常需要使用的东西嘛，行事历照片储存档案地图备忘录等等。如果你都是有使用同一个 Google 账号，然后或是你都有在 iPhone 上面使用这些服务的话，那这个转移会对你非常的容易。好，那第二步就是转移的方式。那如果你是可能买 Samsung 的手机，他们其实有一个 Samsung Smart Switch 的一个 App， 那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因为三星的手机里面都会内建这些功能，或是你其实在开始使用这只手机的时候，在你还没做好任何设定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功能可以选择。那首先呢，你先确定两只手机都充满电。那当你打开这个 App 之后，就只有几个简单的步骤。那首先呢，手机资料的存取，你要允许它装应用程式在你这个新的手机上面，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接收的资料然后选择来源为 iPhone。那在传输的连接点上面呢，你就可以使用现在 iPhone 本身有附的 USB to Lightning 的线，然后做资料传输。然后你接上两个装置呢，在 iPhone 上面选择信任装置，然后你便可以跟着上面的这个建议步骤走，选择你要传输的项目，然后等它传输完毕之后，基本上就可以了。那在这个步骤之间呢，它会可能问你登入你的 Google 账号。那这部分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很多本来使用的服务应用程式都是 Google 的，你一登入之后，这些资料就会全部从云端下载到那个上面，你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去适应的。那再来呢，如果你买的是 Google 原生的 Pixel 手机，它其实也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步骤可以让你去跟随。那甚至现在 Google 的手机里面还会附一个 USB A to C 的一个线那如果你的 iPhone 是比较旧型它附的线可能是 USB A to Lightning 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插着转过去。它的步骤非常简单，你基本上就大家看着跟着走，你也一定不会出错。那再来呢 ，Google 也会推出这个 Switch to Android 的 App。那这个目前在美国的市场，美国的 App Store 是已经推出。那在台湾的 App Store 我听说是即将要推出啦。那如果你有美国的 App Store， 你也可以先去下载。那它的步骤也一样非常简单。首先你确保两只手机充满电。那再来呢，在 iPhone 上面下载 Google Switch to Android 的这个 App， 然后允许存取资料，允许使用相机，然后在你全新的 Android 装置上面开机，然后进入到初始设定的步骤，确认有连上和 iPhone 同样的 WiFi 网路。那这边指的是如果你要使用 WiFi 无线传输的方式来做转换。那接着到 Copy Apps and Data 的画面，那再来你就可以选择需要传输的一些部分允许存取权限那你可以等待它传输资料完毕之后就完成了。那再来另外一步骤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照片存在 iCloud， 那在 Android 上面也会有功能可以要求传输 iCloud 的资料到 Google Photos 上面。那这个你在提出要求之后，可能等个1到2天，它会慢慢的通过苹果的同意去解除它的权限，把它传输过来。那另外一点呢，是蛮多人会问到或担心的，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先前在双栖使用的时候也要去先习惯的一个部分，那就在网银的地方。那其实也是看你使用的银行，它所使用的 App 里面有没有这些多一层的这个设定需要去做。那以我自己本身使用的国泰世华而言，那个人网银的部分，它的 App 是可以直接重新登录转换，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双栖使用或是换装置的话，你不太需要特别去设定什么。可是有一些银行的网银会规定
定你在里面要先去做这个切换装置的设定。那像国泰世华的话，个人没有，可是在企业网银的部分呢，你就有一个地方要先去做设定。那这个部分其实它都不会非常的困难，在我实际操作之后，其实就是1-2个步骤。那所以呢，如果你有网银的 App 想在 Android 上面使用的话，就只要先问好你的银行，联络说，你们的网银 App 在转换上面需不需要有什么步骤啊、前置作业？那大致上都非常简单，那这也不是什么需要担心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Google Pixel 本身系列，他们现在也是推出非常多自己生态链里面的系统，像是 Google Pixel Buds Pro 的耳机啊，那将来也会推出他们自己的 Pixel 手表还有平板。那同时呢，他们在自己智慧家庭的系统也有 Google Nest 的多样产品可以选择。那 Samsung 的话，他们也是有这一个很强大的生态系嘛，也是一样平板、手机，然后手表、耳机，那甚至延伸到他们家电系列，整个都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好处就是它这些同样在 Android 这个体系下面，基本上要互通使用，连接到这个 Google Nest 的家庭系统都是非常简单。在 Android 系统里面有非常多产品其实都是互通。那其实像我这样双栖使用，算是两边的好处都可以尝试到，也可以体验到。那可能你外出想要单纯拍照，你就使用 Google Pixel 的相机，那这种时候你也不会担心你 iPhone 的手机掉电会很快。那如果你也想玩 Android 里面的旗舰系统，那 Samsung 有非常多的机型可以供你选择，甚至还有折叠机。那另外，如果你是想玩手游的人 ，Android 里面也有 ASUS 推出的 ROG Phone， 那或者是你就想尝鲜啊，他们也是会有新品牌，像他们现在刚推出的 Nothing Phone One， 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产品定位，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品牌。那像我以上讲的种种呢，就是平常在自己一个小生态链里面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新产品，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啊，可能跟我一样，就是不一定就是一定要锁在一个生态链里面啊，可以去尝试买一些不一样的装置回来玩玩，多了解另外一个体系，可能另外一大半的世界目前在干嘛。那这样也不会把自己对科技的认知或是了解锁在一个小框框里面。OK， 好，那以上就是我自己双栖使用的原因，还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也想要跟我一样的话，有什么步骤可以做，然后也希望这样的教学对大家有点帮助。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